好，那各位同仁大家好，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应该可以了哦。好，那我是疫情中心的防疫师郑浩源。那谢谢大家今天用中午的时间来参加今天的分享。刘大不在，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宣布，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宣布。那我们就慢慢的准备开始，好吧？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就是怎么样用 AI 来协助做资料视觉化。然后就是因为很多同仁的需求，之前有什么，就说什么资料分析的需求啊，做简报的需求啊，那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之前我帮人家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一些，就是怎么样进一步把这些分析完的资料拿来，就是做图表的需求。那所以今天就是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想要用 AI 来协助一些资料视觉化或者是图表制作的时候可以怎么做。那顺便也是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再熟悉一下，一样利用一些 AI 工具来帮助大家分析资料的流程。那前面会一样就是 slide 的部分会稍微讲一些基本的概念，然后会 demo 一下我就是实做的东西给大家看，给大家一些经验或者是感觉这样子。好，那传统视觉化，通常之前人家找我帮忙上简报或者是视觉化的课，其实最常见的问题是上完课之后，大家的问题是，那我还是不会做，为什么？因为通常这些图表不管是要用 Excel 改，用 PowerPoint 改，或者是要画一些比较进阶的图表。那对大家来说，其实只要资料一复杂，要画一些比较进阶图表的时候，其实，跟这些工具不够熟悉，其实就不太有办法去用 Excel 或者是 PowerPoint 做出来一样看起来一样厉害的图表。那另外一个是说，就是通常这样子手工做的话，其实比如说大家的业务常常是每个礼拜要做报表，或者是每个礼拜要更新的 PowerPoint，比如说什么流感疫苗进度汇报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其实每个礼拜要去更新那些资料。那就算我是 Excel 小天才，然后 PowerPoint 小天才，我们很会更新，那其实我每次还是要手动去更新这些图表，或者是数据东西多的时候，其实就都很麻烦。对，那当然最核心的，其实还是大部分人其实都不熟悉这些工具啊。那所以现在有了 AI 可以帮忙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可以试着来试试看，就是来用 AI 来协助，然后可以让我们更简单的去完成，就是之前上课的时候讲过的那些东西，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完成哦。那就是可以把这些我们去学习怎么使用工具，怎么样去微调这些图表的时间，其实就是通通都交给 AI 来处理。那我们其实就是出一张嘴跟他讲我们要干嘛就好了。好，那这个其实如果FETV 找我上那个资料视觉化的课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讲了。这个原则上可不好可以讲上1个小时，但是我今天就是只有讲基本概念给大家听。然后基本上我们做图表就是会遵循一个最基本的核心的概念，就是一个像我们那个写文章写句子有文法嘛，那做图表其实也有图表的文法。那图表文法最基本的就是，其实第一个就是你的素材，也就是你的数据，所以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栏位是什么，然后资料结构是什么，然后你把它清理成就是适合你的软体使用的栏位跟那个资料架构。那比如说 Excel 用 Excel 做图，跟你直接用 Python 或者是用 R 来做图，它的数据结构那些可能就会不太一样。那第二个就是你怎么投射，就是你想要怎么去呈现这个图表。那其实我们就是会决定，比如说你是要用直条图来呈现，或者是你想要用折线，那就是折线图来呈现，或者是你要用圆饼图，或者是你要用各种不同的视觉的符号来呈现。那你要怎么决定每个数据，比如说你的直条是要对应到哪个数据，那你的如果是折线的话对应到哪些数据，如果有很多组的话各自要怎么对应，这些对应的规则把它讲清楚，然后都写好之后，其实就会变成是这张图就会生成是一张图表了。对，所以其实重点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讲清楚。那之前我们是只要跟自己讲清楚就好，就是大概我自己知道比如说我 X 轴要放什么 ，Y 轴要放什么，然后那个图表要怎么呈现，我要用直条图还是折线图来呈现。那其实在 AI 的时代，你就是把你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要有很清楚的这个文法的概念，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全部讲给 AI 听，其实 AI 就可以有机会帮你把这些东西做出来。所以第一个你要怎么样请 AI 帮你做图，那其实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很明确的告诉他你要给他的数据是什么。今天我给你的是某个 Excel 档，那 Excel 档每个栏位是什么，它的架构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那数据的格式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怎么读。好，那第二个是文法指定，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我要怎么来呈现这个图，我是要使用什么样的
视觉符号，比如说我是要用直条图，我是要用折线图，我是要用散布图，我是要用圆饼图。然后如果我是用直条图的话，我的直条图是群组直条图吗？是有很多组资料吗？好，那如果我是群组直条图，那我就要跟他讲，那 X 轴我是对应到哪个资料 ，Y 轴我是对应到哪个资料，那群组的资料是怎么分？每个群组里面个别的小群组里面的资料是对应到哪个栏位？那如果有颜色的区分的话，我什么东西要用什么颜色？其实你就是这样全部写出来。好，那说实在，有时候不觉得 AI 做起来比较简单，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我对 PowerPoint 或是对 Excel 熟的话，其实我都不用讲，我也不用把它打出来，我就是一个个就是反正就是操作那个软体把它做完嘛。但是如果我要把它通通写出来的话，其实就会变成，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啰嗦了，就是我要一直这样打，每个细节都要讲清楚，它才有办法比较精准的画出这个图表。不过如果对 PowerPoint 不熟的，其实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美感没有 AI 好的，那其实这也不失为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嘛。那最后就是要指定你想要输出的，应该说，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示范的，其实 AI 大部分它会使用的是有点类似直接用程式语言的方式来处理，比如说用 R 或者是用 Python。那通常我们现在最简单可以安装到或者是 AI 预设的语言都是 Python 语言。对，那 Python 其实有一些制图的套件。那它有预设的，有一些，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新的、比较漂亮的，所以看你是要用预设的它的制图的套件呢，还是其实你在网络上有看到大家说什么，我们某某某套件 Plotly 比较漂亮，或者是什么 Seaborn 比较漂亮什么之类的，你要选择什么新的套件来用也可以，那你就要指定，那我要用什么样的套件跟工具。然后最重要的其实要指定你输出的形式，比如说我是可以直接输出图档，通常我们就是请他直接输出图片档了，图片档，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贴上 PowerPoint 就可以直接用。那当然也有可能随着你需要的形式不一样，我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做法，比如说我请他直接做成一个网页的仪表板，或者是我要请他输出一个程式档，然后内嵌什么图片什么之类都可以，其实就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你知道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形式会更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不然最简单其实就是请他输出一张图档，就可能是点 JPG 档或者是点 PNG 档，那不管怎样你就是可以到处贴来用这样子。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核心概念而已，其实就是这样。好，对，那所以重要的就是其实你要很精准的跟他讲你要什么东西啦，你如果只是把一个比如说 CSV 档还是 Excel 档丢给他，然后就跟他说你帮我画一张什么图，他可能就乱七八糟，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随便画。那资料对应可能也都不是你本来想要的。对，那其实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画什么图，那你就跟他讲说，你看像这样资料集有什么样的栏位，然后 X 轴是画什么 ，Y 轴是画什么，然后使用什么样的套件，那都没有的话，它就是会预设是 Python 的套件因为现在大部分 AI 的背后最简单，他们都是预设使用 Python 语言来执行你想要请他们完成的任务。那输出是什么格式？是 HTML 是网页或者是图片，那它就会产出来给你看。那产出来之后呢，就是通常预设的形式都还是一样，不会特别好看的那可能大家就可以开始微调，就说我这个美学上我没有什么想要特别怎么样，比如说是希望它特别简洁或者特别复杂，那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有一些特别的风格，比如说长官很喜欢，比如说刘大很喜欢《纽约时报》的风格，每次都说《纽约时报》做图表特别好看。那我如果今天是要做图表给刘大看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跟他说，那我们长官喜欢《纽约时报》图表风格，你直接套用《纽约时报》的图表风格，这样就好了。但又或者是你就是要投什么学术期刊，那你就是要符合那个学术期刊，你觉得就是要迎合它的风格，然后你就跟他指定是 Lancet 的风格、NEJM 的风格，其实你都可以试试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子。那不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跟他讲说我想要什么颜色，你就跟他讲说我想要莫兰迪色系，那我想要指定蓝色、红色还是什么样，其实你就是直接跟他讲然后他就可以考虑改给你，所以就是会决定于你自己的美感这样子，你怎么样去设计这些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跟 AI 讨论就是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下我今天要在什么样的场合选择什么样的报告，那我适合什么样的色系，我给我一个建议，然后你再叫他把它改到你的图表上，这些其实都可以。那然后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如果是上资料数据化的课，我都会讲，就是那些减法美学，然后不必要的背景折线怎么优化格线，那个其实都蛮基本的。那就是其实你可以跟他讲，就是把它加上去，不要弄得那么复杂这样子。好，所以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就是第一个，你告诉他你平常用的 CSV 档或者是 XLS，就是
Excel 档是什么，然后你直接告诉他 prompt， 就是我要做什么图，我要用某个数据、某个档、我要做什么图，然后 X 轴是什么 ，Y 轴是什么啊，请你帮我做出来。好，然后风格是什么，请你帮我改成那个风格。那我要输出成图片，那就是请你帮我输出成图片。好，那图片就直接贴到 LINE 也很方便。那有时候就是把它做成一个网页也很简单，就会是一个 HTML 档，可以直接打开。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做法。好，所以我有一个就直接给 demo 例子给大家看哦。比如说，好，这个我没有跟东区先打过招呼，不过东区很感谢，就是东区上个礼拜我们他们上课的时候有提供一些他们平常简报会使用的数据素材，那对我就是借来用一下，示范一下，就是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画图表。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平常大家就是流感疫苗重点族群接种率比较，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复杂的表格。那报告的时候，大家常常就是把这个表格放上来，我就说这个是，比如说有4个族群啊，然后是不同各县市，然后每个族群的排序，然后它的那个接种率是怎么样。那其实大家常常看这个密密麻麻的表格，就会其实因为这个表格每一个就是看起来长度都一样，长得也都很像，所以其实大家通常是会迷失在这个数字里面。那东区的同仁其实蛮认真的，他有特别标出一些东西，比如说这是东区的资料，所以他就是特别标台东花莲县。那他其实那个有标红色，红色是那个就是低于全国平均，他特别把它标出来，是低于全国平均。但是其实就算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图这样子，就是你直接丢给一张表，其实大家对视觉上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认知到，其实你想要表达给他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想要画图。那所以其实如果是我帮大家改简报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它做成，这个上面是有人跑掉，不过不管，你就当做他没跑掉好了。就是那个，这就是我可能会做一张图，就是我会把它做成是水平直条图，然后就是好，然后就是每一个那个不同的族群，然后就是每一个县市这样排嘛，然后就是每一条直条其实就是代表它的接种率。这个图做的不太好，因为它有很多细节没有改过，只是简单示范给大家看而已。好，那为了做这张图，可能就是要把那个数据重新贴上，然后来做。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4组的 small multiple， 其实我就变成要做4组的直条图。好，那现在有 AI 了嘛，我们就是可以来试试看怎么样请 AI 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就是咒语下的好，画图没烦恼。好，那我就是直接示范给大家看。理论上它本来会是我直接拿到资料就会是长这样子的一个资料。那这个资料其实是给 Excel 画图的时候算方便的资料，但是其实如果是要直接给 AI 画图，因为他们直接是只用 Python 来处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Python 没办法直接拿来画图的资料，其实要另外清理成另外一个资料格式。那所以我多下一个 prompt， 其实就是顺便可以示范大家如果要清理资料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可以请 AI 做，就是其实你就直接请 AI 做，就是理论上我要一个 TD data， 就是我要一个整理好的资料就是干净的，然后栏位就会是县市，然后大家就会标是哪个县市，然后是哪个族群，然后接种率是多少，所以每一笔资料就会是 unique， 就会是一栏这样子的 TD data。那理论上我要从这边这个资料整理成我刚才讲的那个资料，大家应该会一头雾水，就不知道我要怎么整理。那其实很简单，你就是丢给 AI 整理。那你如果没有整理，你直接把这个表格直接丢给 AI 说我要做等一下我要画图的那个事情的话，理论上他也会先做，他其实应该是会先整理成这个资料了。好，所以我就秀给大家看，就是好，所以我就有一个资料。那我今天用的是那个 Anti-Gravity 2.0， 就是 Google 前几天刚发布的 Anti-Gravity 的新版。新版的 Anti-Gravity 跟之前上次我分享的那个 IDE 界面的 Anti-Gravity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可以写程式的新的对话式 AI， 就是有点像网页式的 ChatGPT 或者是就刚才的那样子，只是它变成是可以写程式的，它可以读档，它可以输出档案，所以你就是把档案，你就是指定资料夹跟档案之后，然后你就是用对话的方式跟他讲你要做什么，它其实就会在背后处理跟输出。好，那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是我秀一下，就是其实像你打开之后，他就跟你说要加 project 嘛，project 我就会加 new project， 然后我就会加一个folder 就是我今天用的这个什么 Vibe Data Viz Demo 图，我就会选这个 folder， 然后打开之后因为我已经打开了啦，它就会开一个 project 给我，然后我就会在这个 project 下面开始
新增新的对话。因为这个 project 里面，我本来已经在那个 folder 里面丢了我想要处理的资料。第一个资料是这个叫做各县市各族群流感疫苗接种率的这个资料，其实就是这个表格，刚才的这个表格的资料。有点慢，好，就是这个表格的资料。好，好，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本来这张看一下各县市各族群，所以我请 AI 帮我辨识，为了要就是，然后就是它就会长这个样子，就是各县市这样子，好 ，AI 就会辨识成一个表格长这样，然后我把它丢到 NT-Gravity，丢到那个目录 ，NT-Gravity 会知道那个目录里面有这个档案，我就跟他说，先把这个资料整理成栏位是县市族群接种率的 TD data， 然后存成另外一个 Excel 档，所以他就会跟你说我做出来，他跑了30秒之后，跟你说我做出来了，那你就会看到他整理出来的东西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格式，就会像这样子。它其实就是只有3个栏位，是县市族群接种率，然后每一笔资料就会是哪个县市、哪个族群接种率是多少，然后就全部整理出来。因为像这样的资料就会是一个，它可以直接用程式处理画图的资料。好，然后我就只要跟他指定什么，我就跟他指定啊。然后你看他其实会跟你说，其实他那个资料有问题，他甚至帮你检查，因为这个是我直接拿图片叫 AI 帮我辨识的，所以它辨识上面有一点问题，把某个是辨识出了2次之类的啊。你看 AI 其实也会帮你检查资料，那你就可以跟他讲我要怎么处理，我要怎么清洗这些资料，就跟他说，其实那个资料是嘉义市出现了2次，哦，那其实那个资料是台北市，你就直接改。好像类似这样的东西，资料清洗可以请他们直接做。好，那做完之后，其实我就请他，好，就是这个使用整理好的，好，我们网络都比较慢哦，会有点 delay。使用整理好的资料画一个水平直条图。好，那我给秀刚才这个 prompt， 其实就是这个 prompt。使用整理好的资料画一个水平直条图。X 轴是接种率，因为我们刚才有3个栏位嘛 ，X 轴是接种率 ，Y 轴是各县市，然后 Y 轴要照接种率从上到下排，因为我刚才那个图是错误示范，理论上我们会希望它是从最高排到最低，然后因为是它要跟全国平均比，所以理论我们就是可以画一条参考线，然后那个数值是全国平均。大家如果有注意到，它刚才这个 data 的栏位里面，其实最下面有一个全国，然后其实同仁们会希望可以跟全国去比，跟全国平均的这个值去比，到底哪些县市是比较多，哪些县市比较少。那在做图的角度，其实我就是画一条参考线就好了。好，那最后我再跟他请，因为我是要用不同的族群，就会像我这一张图一样，超慢。好，就是会希望像我这张图一样，画成是4组不同的族群的，就是各县市的资料来比较，所以我就会说，请你再用不同族群做成 small multiple。small multiple 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中文要叫什么，就是这种拆成4张小的图，然后再拼成大张一张的图，这个英文名字叫 small multiple。对，所以我就是只好每次都跟他直接讲，这个叫 small multiple， 你把它做成4张小图，然后再把它横排并排成一张16:9的大图。横排并排就是我希望像刚才那样，就是直接4个并列这样子。然后一字排开，然后16:9是因为做出来这个图片的大小就会比较符合，我可以直接贴到那个 PowerPoint 上会比较方便哦。好，那就回到 NT-Gravity， 那你看他就会跟我说，依照我的最新指示，我已经全部修正完毕，并且画了一个水平直条图。那你就会发现他画了一个，看一下，好，这找不到，我把它秀出来。这里。等一下，不是错。我刚才把我的这里对，超慢，没有跳过来。好，所以他第一个画出来会长这样，他预设画出来长这样，他就是套了一个他自己觉得预设版面，但是他其实基本上都有做到我要他做的事情，就是把4组的人都画出来，然后从高排到低，然后那一条红色的全国参考线有排。好，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还是有点丑，那我就是希望他改进一下他的风格。那我就跟他说，请你那个图表的风格参考《经济学人》，然后或者是参考《纽约时报》，我就直接这样写 ，prompt 就这样写，然后他就会画一张《纽约时报》这张应该是《经济学人》风格的图表，
然后经济学人可能长官还不满意，他可能比较喜欢是纽约时报，那我们就改成纽约时报风格的图表。哦，就是看你的习惯，那或者是你已经养成习惯，我就是希望怎么样的颜色，怎么样，我有一个自己的习惯的视觉语言，你就直接跟他讲你要怎么改，他就会改成你想要的样子。比如说我昨天为了做这个简报，我就想要整理我喜欢的视觉语言，我觉得这个以后就是做成一个样板，我每次只要跟他讲，你就照这个模板来套就好了。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就是请 AI 帮我写了一个叫做疫情资料视觉化指引的指引，那他就会他写成了一个蛮夸张的指引，就是他直接把它写成一个超完整的资料视觉化指引，就像这样子。然后他会说，就是他设定就是你的那个颜色的配色，速度超慢。好，就是主色，我主色选的是绿色，因为是反正就疾管署希望绿色，然后他就是设定了其他颜色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说，那如果是只用一个颜色的话，我怎么用？这色阶怎么用？然后如果用2个颜色的话怎么用？3个颜色的话怎么用？然后有一些图表的范例，所以他写了一个这个东西指引出来。然后我就是跟我的 AI 说，我看一下，好，你看这里是图表的风格参考经济学，他就画一个经济学人，好，然后最后我忍不住了，就是跟他说这2个我都不喜欢，然后纽约时报，好，这个直接参考这个指引，这个指引之后我把它直接放上我的 GitHub 啦，所以大家之后也可以用这个网页直接使用这个指引。我就跟他说，这个我刚才我写了一个指引，然后你就参考这个指引来用。啊，他就说我已经仔细阅读并分析了使用的指引，所以他就会画出刚才用我讲的那个指引的图，然后就会是看一下，好，我的 slide 到底在哪里？这个吗？啊，就是这个我的 slide 。好，对。好，它就会变成这样子。这就是我刚才我那个纸里面写的所有东西，就是我要大部分的颜色是中性色，要强调的颜色是就是这个主色绿色，然后那个框线的规格是什么，然后要省略什么东西，然后直接标出数字，然后怎么样，我直接写在那个指引里面，所以他就照那个指引的方法改这张图，所以就会直接从刚才的这一张一开始预设，其实大家还是会觉得 AI 做的有点丑的图，然后就可以直接套用变成就是看起来还不错的图。好，那接下来就是其实你就是好，刚才跟那个 AI 这样聊完之后呢，剩下来其实就是重复我做的事情，比如说这里边有一张图是流感疫苗的接种率，我看一下，这里来大家看 prompt， 就是这里有一个档案叫做各县市流感疫苗接种率的，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档案，这个档案是长这样。就是其实它就是只有2个栏位，一个就是各县市的流感的接种率，然后有一个全国的平均，就是大家还是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比全国平均高还是低。那其实我就一样把它丢进 NT-Gravity 以后，然后因为我刚才已经跟他指定过，就是我会想要用什么样的风格画图，所以其实我现在也没有特别再讲一次了，他就是知道我想要用什么风格画图，然后就直接画了一个，然后我跟他讲说我要画直条图。然后 X 轴会是各县市，就是刚才那个各县市 ，Y 轴会是接种率，然后参考线一样有一条参考线，参考线是全国平均，那就直接画出来，画出来这个应该可以直接点了吧？哦，对，好，但是有点小，直接把图点出来给大家看，他就会直接画了，他就会用刚才我直接已经使用过的那个风格，就画了一张流感疫苗接种，这个是各县市从高排到低，然后再画一条就是全国的。就是基准线的图啊，对，所以平常做图就是这样，就是如果大家已经都把 AI 教好的话，然后如果要套用一些你习惯的风格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一句话就把它做完。好，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其实你只要更新，因为其实这个 AI 你仔细看哦，它画这个图的时候，它其实每一个图它是会去产生一个点 .py 档，下面产生的都是这些就是可以执行的。Python 档，所以它其实背后是产生了一个 Python 的执行档，虽然你都不知道那个里面在写什么，然后它就是其实每一次你更新资料，你再叫它执行一次，其实就可以产生一次新的图。所以只要你更新背后的这些就是流感接种率的资料，这些 XLS 档，然后你再跟 AI 说就是帮我更新，它就会更新，或者是现在 NT-Gravity 它有这个 Schedule Task。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定时的去执行某些任务，其实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就是我每个礼拜帮我跑一次，
那你就是记得执行那个点 .py 档，对，那它就会帮你跑。但是你就是要记得，你每个礼拜要手动把那个档案里面的，就是资料档里面的资料换成新的，所以你就会很简单的可以去更新刚才的每一张图，所以你就流感疫苗接种率就是可以每个礼拜去更新。对，你就是可以，你的外部资料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的，就是那个你要把它放在网络上的话，你就给网址，对，比如说 Google Sheet， 然后或者是 CSV 档，然后自动排程的话，就是刚才那个 Anti-Gravity 其实也有，不然就是手动，你就是每个礼拜去叫 Anti-Gravity 执行那个点 .py 档，它其实会产出。那其实你也可以除了刚才图片，我可以请它产出 Dashboard， 像这个我就是直接跟他讲说，我就是好给他看 prompt 就是刚才的。在这里，我看一下，这里，好跳，把这张图做成 standalone HTML 这是关键字啊，因为通常你请他直接做网页的话，有可能会用一些什么 JavaScript 语言要安装伺服器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关键字背起来，就是以后你要请他试做网页的话，就是请他做 standalone 网页，然后不要另外用伺服器这些的，就会很简单，它就会是一个可以直接看的单张网页，方便长官直接点开来看，然后他就会然后他就会做，他就会说我做了哦，然后长官可以直接看，所以它就会产生了一个 dashboard 的，这个叫我看一下 dashboard 点 HTML， 然后我点开，我就直接网页执行。好，超慢，好，就会变成一个流感疫苗接种大数据的仪表板。那这个上面会放一张我刚才请他做的图，然后他自己又加油添醋做其他的东西。这你也可以叫他不要做，就是我只要放那张图，或者我只有指定要哪些图拼起来我的 dashboard。对，那我也可以请他做成是投影片，我就是 pump 就是请他我看一下，我刚才请他加2个图啊，然后最后我请他就是做成投影片形式的静态网页，这个大家都可以记起来，都可以这样请 AI 试着做，然后1张图1页，然后它就会做成像刚才最后3分钟，好，刚好讲完 slide 点 HTML， 它其实会产出一个 slide 点 HTML， 然后我点2下直接执行，它就会变成一个可以直接播放的简报，很超慢，就会像这样，然后它旁边配他讲的解说怎么样，这是我们刚才请他做的图，这是我另一张请他做的图，对不对？2张，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什么，比如说你每个礼拜要更新4张图，其实你就是想好你的4张图的资料来源是什么，那每个礼拜这4张图大概要怎么画，你只要请 AI， 你教好 AI 画一次，其实之后就只要请他执行，然后他就会帮你更新你要的图，然后要做简报要干嘛，其实也都没问题。那甚至只是要更新图片，让你可以贴上简报也没关系，就会很简单这样子。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看一下。我看线上有没有问题？视觉化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好，有人问，然后，我刚才我的投影片里面有网址，它其实我直接把它放在那个，你要找一下，我直接把它放在 GitHub 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网页网址。然后，好，然后网页上面我请他把所有的说明都写上去了，就是它是一个视觉化指引，然后里面有各种，比如说你要看这个互动网页式，它就会是一个完整的网页版的指引，你就点进去看，它里面会告诉你，就是好，你看那个它里面会有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啊？等一下我把字放大，核心的原则是什么？然后主色的色阶是什么？类别配色是什么？然后搭配模式可以有什么？然后你什么样的图可以选什么？类似这样，字体跟排版是什么？好，大家有空有兴趣可以看，但是其实你也不用自己全部记起来，你就是请 AI 看就好。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概念直接丢给 AI 说，你就是照这个概念做。因为刘大昨天试过 ，AI 是这样可以听得懂的，他就会照做。其实你就这样使用就好了。对，那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其实还有。
就是它有 PDF 档，可以直接拿出来印出来一本。你真有兴趣慢慢念的话，有纯文字档，纯文字档就是 Markdown 格式的纯文字档，你也可以拿去其他地方用，或者是也可以丢在 Prompt 还是哪里，就是给 AI 就告诉 AI 啊，对。然后有投影片摘要版，就是它的介绍。如果你没时间看的话呢，就看一下摘要。然后下面有告诉你，就是各种你的不同的角色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去使用哦。你用 Python 的话要怎么用？你用 Excel 要怎么用？然后你用 PowerPoint 要怎么用？那些色盘怎么设定？然后要下载什么档案？其实那个网页上面全部都有写。对，那如果是你如果是要直接使用像 Antigravity 这种，然后它里面有个东西叫 Skill， 你可以直接请它下载 Skills， 那就是下载这个视觉指引的 Skills 来用也可以。对，然后 prompt 要怎么写，其实网页上也有啊。就是如果你想要用我这套视觉风格的话，你可以怎么下 prompt 哦，范例都写给大家。所以其实就是投影片里面的网址，你点进去，大家可以慢慢研究。然后有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络。然后我还是找不到，好，我的 meeting 在这里，好，所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有什么，那就随时问我都没有问题啊。好，谢谢大家，拜拜。